好，继续了。嗯，好，接下来就是你看一下那个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太阳光是看一下这样是不是可以哦？就是应该是差不多了。其实，接下来我们就是补光嘛，然后跟一些建立一些光源嘛。因为我们刚才是试着下，你刚才如果是有开那个 GPU Light Mask 的话，就是在这边可以打开 GPU Light Mask 这个视窗。那你可以先 build 看看。哦，那我刚才是 build 了，结果是因为我没有打光的，所以它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它会在那个你的你的这个场景的这个地图档，它会产生一个 build data。那这个 build data 它会看你的那个，我现在储存好了。这个地图档它都会看你的那个就是贴图大小，产生不同的一个烧入光影的、简单来讲是这样子。那为什么要烧入光影呢？因为我们有时候显示卡可能不够力，那你没办法确定说客户的显示卡是多少嘛？对，那不可能是跟电脑教室这么好，所以通常我们就是会把光影烧到这个上面，就是这个物体上面。然后它其实就是长得应该像，看一下。哦，sorry，我应该看这个、哦，sorry。你就是点开这个物体啊，那其实就是应该是长得像 UV 这样子，就是它会烧在这上面啊，烧在 UV one 上面。那整个过程其实你可以看到，我现在只是在讲原理啊，其实大概你就是不太需要就是干涉太多流程，但是就大概了解原理这样就好了。其实它就只是把这个光影烧在这上面。哦，所以它是为了说降低它的 GPU 使用率啊，所以我为什么刚才会开这个 FPS 啊，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效果，就是你要提升它的 FPS 啊，不然你的那个 VR 转头之后这样转，它会比较会头晕哦，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。然后所以你直接 build 上去之后呢，它会右下角会有一个 build 光影嘛，那它现在显示 slow mode，你要把这个取消打勾，或者是这个地方取消 real time，然后它就会速度比较快嘛。好，这样让它跑完之后会也是会蛮快的，因为它现在是用 GPU 运算。那如果你不是用 GPU 运算的话，你选择 build O level 的话，它变得说它是用 CPU 运算，那当然是要看你 CPU 是有没有支援那个多线程嘛。那如果有支援多线程，它会比较快，或者是说是用网络的那个算图。网络算图它就是多个主机去减少你的时间运算哦，所以大概它是这样的一个控制时间的方法。那它现在 build 好之后，它会把那个光影给回传上去哦，就贴到这上面哦。那我们现在是没打光嘛，我们现在只有个日光哦。那一样就是说，它会有一个叫做那个，就是会把反射球，反射烧上去啦。就是我们这个不是光追的一个专案嘛，所以它是一个 VR 专案，所以它必须要把反射球给丢上去。所以我们通常这边会加一个 reflection。那你要用那个方形或者是球状都可以哦，丢到它的桌子中间。然后一样就是你看一下这个，目前是没有反射嘛？你看一下这个电视，那你就按一下 build reflection capture。那通常就是你要凸显它的反射，你会在这正中间的位置，就是场景正中间，或者是你比较注重反射的地方，会加一个反射，或者是你要再重视这个细节，你会在这边加一个方形的反射，都是可以。现在其实就是一个造假啦，哦，就是把一个反射的一个球体贴在这个空间里面，然后我们再按一下 Build Reflection Capture，它就会把这个反射再贴上去。
那通常呢，我们就是这边再加个反射，把反射增加啦。哦，但是目前没有光影，看不出来。好，所以通常我们第一步呢，我们会就是在外窗这边再加一个那个方形灯，然后增加一下。sorry， 这个。然后我们这边它几乎可以打到25到30啊，然后把它设成 state。然后把它大小设定大一点，设成跟那个窗型一样大。我会希望是在那个在这个范围内，因为不然就是它的在这个隔窗的这个里面，但是不然的话，它会有一些阴影会出现，会比较麻烦。然后大概这样子，然后你可以试一下，就是再去 GPU 渲染一次。然后这个其他应该也不太需要动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你看一下那个就是比较重大的问题是这个地板它的面数太多，就是因为我们建模这本来模型建模它是分成很多格，那你可以试着把这个模型变成一块面就好了，或者是几块拼起来，几块方块拼起来也可以。那这样子好处就是在于说它的这个影子会比较明显了。那如果影子明显的话，就是你对于画面的感觉上面是比较拟真的，因为它会跟现实的那种阴影是类似。比如说这边会有这种产生阴影。那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如果不是用 GPU 去运算的话，其实它时间会蛮久的，就是可能就要1-2个小时。那你如果用 GPU， 它其实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快，而且可以调比较多效果。然后到99%，其实它大概运算可能2-3分钟吧。对，你看我加了一个这个就是片状光的话，整个室内都打亮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就看说需不需要那么亮，因为其实那个 VR 头盔里面看是很亮的。然后你再看一下地板上那个阴影的效果，你看可不可以接受啊？因为好像如果不能接受，要再替换一下，因为主要是它后面看光影能不能那个，就是会不会糊啦？像这个地方就不太行，对，就是看你觉得啦。但我事实上我会再做替换。那其实像这种面光，其实你就是测试一下，大概10到25都可以。那如果 VR 看的话，它就是会蛮亮，变成说后面要再调回来。那所以就是慢慢测试，你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么大，就是5到10也可以。哦，所以是这样慢慢去测那个光啦，因为其实它就是比较吃那个个人的那个光感跟美感这样子。那所以通常我就是慢慢试，把它再去慢慢调亮这样子。然后可以看一下，就是我们等一下就是再把这个加上去，就是这边会有几个光条嘛，然后这边有几个光条再加上去，这样就好了。那大概是这样流程啊。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，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叫做那个 Light Map Density 嘛，就是这个东西是说，它可以显示就是你现在那个光照贴图的大小。
那像这个东西啊，你就是在这边 Lighting 这边打开这边，它其实就是512嘛。512它通常就是你如果是红色的，红色部分来说，算是对这个我们场景来说是比较负担比较大的。哦，你可以看一下，那这个也是这边是128，也蛮大。那如果调小一点，或者是不行，这个都很大，调成16就好一点了。就是你看一下它的大小啦，那它其实会有一个格状啦，格状可以看一下那个本来的这个。好，然后在 Auto 0，然后这个也是就是一样的。然后这个我们现在打好光之后，我们再去把那个反射球再去重建一下，就是重新 build 一下。好，这边有比较明显了。那如果要更清楚的话，你就是在那个专案的设定里面打 reflection， 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设定那个反射球的解析度哦。那通常你就是设512、1024都可以，1024它就你看就很清楚哦。那相对就是，但是你会觉得它是一个贴图而已。有没有？就是你看它其实不太会，它就是一个球状贴图啦，有没有像这样子？但是它其实不像光锥那么仔细啦，它其实就是一个贴图。好，所以你试试看，就是这边移一下位置，对吧？它就是它的贴图就会自动再依你的位置去再重新抓取。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反射球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啊，所以是大范围去抓取这个反射。好，到这边，你看这边就变大嘛，所以你要看你的那个你的主要的看的地方在哪边，不然的话，其实它会照到这边。哦，或者是你要缩小范围也可以啊。这样就缩小了。好，所以是大概是这样子，或者是再过来一点。这样好一点。好，这样大概理解啊。我们先大概测试一下啊，然后记得要存档，不然怕会过热。看一下这个，因为我们现在只有日光嘛，所以你们就是把这个地方再去做补光。那你看说你是要用这个方形灯，或者是这个球状灯也可以哦。你看我怎么打？好，那我们就是新增一个球状灯，然后拉过来。那这是球状灯，但是你可以把它的这个范围，就是形体延长嘛，变成是这种，就是比较长形的，然后把它旋转90度。然后通常呢，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它是有高潮嘛，模型有高潮，就把它拉进来这边，然后稍微下面一点，然后也就是在这个范围内，不要超出这个范围啊。然后靠近看一下，然后它这个是一条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通常就是把这边这个形状拉大一点，比如说大到2公分或3公分，它就变成一个像那个灯管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把它这个范围减小一点，然后这个它的
的亮度也不用那么大。那把它拉进来。那它这个亮度会因为它这个范围影响，所以你大概就是要去微调了哦。那差不多1嘛哦，然后这个色温调一下，变到4500或者是5000。那你调到4500就是这样黄黄的哦。然后这边再复制，按 Shift 的复制下来，按 Auto 复制下来。那你会发现到我这边呢、其实都要调成那个静态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它会把这个光影扫到这上面，要调成静态光。那你要先预览的时候，就是用动态光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再转移，复制90度，转90度这样子移过来，然后长度就不用那么长了。好，左边也是一样，这边你可以再复制过来。然后上面也是复制一次，然后这边呢一样，就是你把它复制过来，但是把它变成是很细的，就是不要让它变很粗，这样子它也会有一个光带会跑进来。然后上面看你要不要用这个，那可是它这个贴图好像比较小一点哦，所以没关系，再把它复制过来之后，过来一点。贴图小一点，它的我可以等一下给你看它光影的问题，然后这可能就是1就好了，这个就是 LED 灯条。然后这可能不需要那么大。好，这样好了之后，你就是再 build 一次。那因为室内有补光了嘛，所以你这个外面光可能不用，可能可以低一点，就可能就变到5或者3这样子。然后它这个外面啊，外面这个太阳光也会影响。比如说你太阳光不要的话，它整体的那个它 skylight 就会降低。哦，类似这样子。那你就是把它也缩减，因为本来是大概5到8嘛，那你缩到2的话，它就是室内会比较暗一点。好，然后另外一个影响到它的这个我们整体亮度的话，你可以开一下那个 World Setting， 它这边会有所谓的 Light Mask 的设定。那通常你这边呢、就是往上调了之后呢，这边就是说那个什么，就是间接光照的反射次数嘛。那一般是设定是3嘛，那你可以把它调成10，或者这边就是调成10，就是反射会往上提升。那其他的话就是也可以，就是前面这1、2、3、4、5这5个可以调整。比如说调成10，那当然，但是它的那个渲染的时间会比较长。就是那个 build 的时间会比较长，然后这样子就是再 build 一次，它就会把这个我们刚才增加的一个改变再烧上去。好，然后给你们练习一下。然后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问题，就是地板我们刚才这个面数太多嘛，所以它的其实它不太容易调整，所以我们通常就是你可以的话，就是把它看一下它的那个大小是多少，然后就是新增一个平面，然后再把它上一下那个 Fab 的材质，那我们就可能就是把它往下拉，然后这个是应该是地面嘛哦，那你可以用这个地面可以了，就是因为我把它往下拉了嘛，对不对？
或者是你就把它下面删掉，然后呢，你就是在 Fab 上面找一个叫做这个，你就搜寻 Workflow 啊，或者是那个 Parquet 也可以哦。然后 Parquet 这样子，你就应该是不用登录了。你如果要登录的话，就是要再设定一下哦。然后就是把这个材质球拉出来，然后这样子。好，那进来之后呢，因为我们下面这个其实就不用了，不然它会增加你运算的那个运算的速度，然后一样，但是它好像不能转向。那没关系，我们一样就是新增一个平面好了。然后放大一点，它这个就比较好转方向了。然后这个也可以拉到下面，这个就删掉了哦，然后再把它材质拉进来一下。那这个因为它的形状跟我们范例不一样嘛，所以就转个90度，你就不用去再去改材质，然后大小。然后我这边是把它颜色这个颜色往那个色系往后面调了。我可以看一下本来第一页的范例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接近嘛，对，像这样。因为我们刚开始可能就是 skyline 调的比较多一点。好，然后这边我再做了一件事情，我把这几个 line map 给提高到512，哦，512，那是为了避免它有这种交界处黑黑的感觉啊，哦，就是为了避免这种问题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会再补几个 spotlight。那你们刚才不是有抓一下那个什么？我看一下，你不是有抓这个灯球吗？哦，那这个灯球是你就是把它拉进来就可以，拉到你的资料夹下面。不行，直接拉，还可以。那这个就是灯的一个光的形状。那这个光的形状呢，你可以把它贴在这个底下，这边有一个这个紫色的，有没有？那如果没有这个紫色的话，它的这个光域网形状就出不来啊，就是它会有比较精彩一点，像室内光的这种形状。然后这边补几个灯就好了。然后这个里面我是设定一个玄关啦，所以一样有灯。那你都是开静态，然后再去 build 一次就好了。
后就这样子，然后再去 GPU build。然后你可以设定一下这个，它会有一些楼的阴影啊，看你需不需要了。那我们会在这几个数值把它拉大一点，然后再去重新 build 一次。好，好，然后我再讲一个那个东西哦。然后你这样子 build 好之后啦，你就是看一下前后看一下光影怎么样，就是看一下哪边不完善哦。然后会发现到就是说，其实光影还是比较偏橘啦，所以你最后还是加一个就是那个场景的后置 pose 进来，然后这个后置框你就打全橘。勾全局之后呢，把它第一个亮度降低一点。第二个呢，可以调一下色温啊，就是看一下色温，就是把它变白平衡比较加重一点啊，比如说调到5000，但是它画面会比较蓝嘛，那你就是看你想要的白平衡状况。然后这样5500好像是还可以啊，对，然后这边可能再暗一点点，就是你 VR 头盔里面看会比较自然一点。好，0.3，看你的打光的那个程度了。然后你如果看像这种有斑点的啊，就是你可以把它的贴图再加大，像这个也可以再加大。我是建议说，就是在大概1024以下啦。如果是这种大的，如果有破绽的话，就是弄到2048。你看像这种光影就不太优嘛，对不对？不太优，你就是这个东西加大。那现在只有64，所以阴影是糊的。哦，那大概是这样。如果是你这么大片，你就加到2048也可以，但是它 build 的时间会比较久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，然后存个档。那你们记得就是今天的档案要存一下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再画面还给你们。就是下次我们就是还是继续用这个档案啊。